有113万马来西亚人换国籍到新加坡，需要俄罗斯什么？你又不了解这边扯淡。印尼确实有大国体制，领土大，人口多。东南亚这么热，为什么要爆这头啊？印度人在马来也不少，为什么没有特地排印度呢？这位来自吉林的 ，OK， 奇怪，印度人在马来也不少，为什么没有特地排印度呢？印度人哦，他在马来西亚的人口大概占6%，比外劳还要低，所以他在马来西亚，他其实他的能见度，他是没有什么威胁的，他没有威胁，要钱应该也没有人有，要人应该也没有，所以他基本上是属于弱势一群，所以是没有什么影响关注，也没有什么叙事说，印度人会抢话语权啊，抢国家话语权会被马来西亚被印度人主导，没有这种，从来就没有这种说法。因为印度人他的威胁没那么大，或者是他也没有怎么说呢？他没有那个能力能做到。但是华人不一样，你至少还有20%在，还有2成人口，然后你又掌握经济，又聪明啊，等等等等，然后很多老板都是华人，所以对于主体民族来说，华人的威胁比印度人还要大，所以他就有一个叙事，就是说。所以可能会对华人，所以时不时就拿华人来炒华人要怎样怎样，就是煽动那种马来人的恐惧感，这样你马来人就会把票投给他，这样子他就可以捍卫马来人，不被华人抢夺所有的资源啊，包括做首相位置啊等等这样有时候他就讲，有时候你会在马来西亚听到华人要抢做首相了之类的东西，但是你从来没有听说过印度人要抢首相，因为他完全就是没有那个，他不是出头鸟吧，也没有那个势力嘛。真正威胁对他们来说，威胁是华人。这项法案的本意是要改善城市老旧的住宅区，特别是马来社群的居住环境，让他们不至于继续蜗居在几十年前的残旧破烂的祖屋里头。然而，这条原本聚焦民生的法案，却在国盟还有一些马来政客的炒作之下，被描绘成安华为了华人把马来人赶出城市的这种种族议题，延伸出安华是华人傀儡的指控。2025年都市更新法今天在国会提上2读，面对国盟议员一再阻挠，甚至声称法案是要把穷人，尤其是马来人赶出城市。首相安华今天在国会上严正反驳，强调自己是民选首相，不是任人摆布的傀儡，更否认所谓华人抢地的说法。安华反问在野党，自行动党参与执政以来，究竟哪个地区拱手让给非马来人了呢？ Bagi cadangan dan kalau perlu kita pindah berikutnya. Jadi jangan kita buat andaian ini strategi Cina untuk merampas hak Melayu. Saya tidak setuju. Saya bukan boneka. Saya duduk di sini dan saya terima duduk saya mandat mesti pertahankan kepentingan Melayu Bumi Putera yang majoriti yang hak asasi. 安华指出，都市更新法案并非完美，政府也乐于接受建设性的意见，但不能允许外界恶意泼脏水，误导民众以为这是在打压马来人。因为实际上，政府是要拯救居住在城市内的马来人，不想看到他们蜗居在环境简陋陈旧的祖屋单位。I'm not saying that the proposed legislation is a perfect one. We can only make adjustments. Tetapi jangan kita umpamanya buat tuduhan, sebenarnya kita nak ketepikan orang Melayu dah tindas mereka tak betul. 这位来自广东的，他说东南亚这么热，为什么要爆这头啊？爆这头是马来人吧？他们宗教上是要爆头，这个不只是东南亚，也全世界穆斯林，除了土耳其的人不用爆，其他的伊朗啊那些，总之宗教的他们都是要爆吧？就是他们的爆了起来，那个头只能给他们的丈夫看而已，就在家里脱掉而已，在外面其他男人看到不行。所以你也不好去把它脱掉，等下你可能要娶她了，这个是他们宗教上的那个东西，所以基本上是这个是关于宗教，不管天气热不热，就算再热他们也要爆。广东的 OK， 有113万马来西亚人换国籍到新加坡，确实独立至今已经有113万，这个是去年的数据了，今年可能更多了。113万马来西亚人已经退出马来西亚国籍，加入新加坡国籍，拿新加坡的公民了。他可能就新加坡看得比较好，发展比较好，或者是那边比较公平吧，对华人，所以他们就
换跑道去新加坡了，不在马来西亚。马来西亚人才外流早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而最典型、最常见的呢，就是不少大马人呢是越过新柔长堤到新加坡去打工，而本地人呢也有的是经常开玩笑说马来西亚是新加坡的人才资源库啊。这句话听起来是玩笑，但现实还真的很扎心，因为实际的情况呢，不只是人过去打工那么简单，有越来越多大马人连国籍都不要了，干脆直接变成新加坡人了。不只是人在师承，是护照都换了，彻底的重写了自己的国籍身份认同。那根据国民登记局的数据，过去5年间有61116名马来西亚人毅然的放弃大马国籍，这也意味着平均每年就有超过1万人选择不再当大马人，转而在海外展开新生活。而当中最受青睐的新国籍，正是我们的邻居新加坡，高达93.78%人选择落脚新加坡，剩下的选项是澳洲2.15%，汶莱0.97%和其他国家3.1%，都被远远的抛在后头。每年都有很多人放弃马来西亚国籍，尤其是华人，华人走的是最多的。但他同时也有很多人入籍马来西亚，那些多数是印尼人或者是穆斯林人口。华人、中国人要入籍很难的因为华人够多了，他不要华人人口再上了。这位来自江苏的，大马有道观吗？道观，你说道教吗？有啊，有很多，有大伯公啊，有观音啊，有包公都有啊，包公都有啊。你要基督教也是有的，佛教也是有的。在马来西亚这边，这位来自广东的评论家，他讲什么？需要俄罗斯什么？你又不了解，这边扯淡，然后讲那些能源的东西，纯粹关于能。这个视频他主要是反驳我之前有发一个视频，就是说之前是俄罗斯更多需要中国，而现在是中国可能在战略上更需要俄罗斯，而指的不只是你的能源上，比如讲国际战略上，地缘政治上。而你不知道现在美国为了尽快结束战争，他已经向俄罗斯示好了嘛，愿意把乌克兰的地要怎样割，尽快把俄罗斯尽量的拉到中间，或者是拉到他那边去。我指的是你说我胡扯，这个应该是说你也太表面了，就是看完全是以经济账，就是你能源多少，能源要给我多少，这样我就不依赖它。你要知道，俄罗斯它也是一个世界3巨头，中国、俄罗斯还有美国，各自都有势力范围。你如果中国要在中亚有发展，或者是要有什么中亚铁路的话，你都要俄罗斯点头，你才能在那边建。不然的话，为什么这个铁路，为什么在乌克兰战争爆发过后，俄罗斯被全面制裁了过后，他才允许你中国在那边建铁路？之前基本上已经大概是搁置了10年、20年都没通过，中亚的国家也不敢答应。之后因为有这个东西，他需要靠中国的时候，更多依赖中国的市场或者什么的时候，他才答应这个请求。你懂我意思吗？这个不要说地缘政治或者是全球格局的局势，我是说现在因为美国调整策略，可能想拉俄罗斯来对抗中国，所以现在是中国比较被动一点，他需要更多的俄罗斯的支持你至少不要靠向美国，你至少保持中立，这是一个好处，对他来说是比较好的。所以不是像你讲的，我只是全部就是经济讲我现在能源不用靠你啊，多少钱啊，比较便宜啊，还说我胡扯。这个是到底是谁胡扯？你到底是你看的东西只是看的经济账，而没有看更高层的东西，你懂我意思吗？我讲的是地缘战略之类的东西，还有就是你们中俄时常就是一起联合一起施压日本，就是那个联合那个军事演习联合这些东西都是你们互相依靠。现在可能是中国需要更多的俄罗斯支持一点因为现在局势可能对中国有点不利，中国的压力比较大。中国之前是俄罗斯在前面挡住了所有炮火，然后中国在后面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吸睛。现在是完全是俄罗斯那边快要被西方那边被美国，尤其是被美国快要拉走了。所以中国现在在最前线，它需要更多的俄罗斯支持这个是国际战略，不是你所说的什么能源什么这个是经济层面的，你懂我意思吗？还说我胡扯我有胡扯吗？这位来自广西的皮娜，印尼确实有大国体制，领土大，人口多，
也不缺乏资源啊，这个确实是。所以我一直常说，印尼是东南亚的大国，也是 G20唯一的代表。但是下面很多中国人嘲讽我，印尼也算是大国啊，人家印尼有那个底子的，他只是衰就衰在他的领土太分散了，因为他是散在17000多个岛屿上，所以他没办法。如果有一天他这个领土整合起来，他随时可以去成为一个超级大国，但是这个是不可能的，因为岛这样和平这样啊，所以他输就输在这边。所以印尼的运输成本也是超贵的，很贵啊，跟菲律宾也一样的啊，所以他是有那个底子在，但是缺就缺在他领土太松散了。